大家好，现在的气候呢，已经跟以往的情形落差越来越大，要按照原本的时间进行种植呢，很难得到很好的结果了。在反圣婴现象下呢，台湾今年的11月更创下历年最高的均温了，因此呢，要依循以前的种植时间，很容易产生不少的问题以个人的所在地台湾中部而言呢，今年的午后雷阵雨都不见了啦，没有雨水的结果呢，一个麻烦就是病虫害会比较多云林这地区的雨水都集中下在山区啦，是还不至于有缺水的现象但是温度偏高总是得想个办法解决所以才会不断的找出可以降温位置的种植空间而作物适合种植的时间呢，最容易修正的方式就是观看原本作物生长的状况，做出调整眼前看到的这是之前将无蔓长江豆拉上棚架的效果可能天气偏热采收的时间非常长一连吃了好几个月吃到有点厌烦陆续将植株移除后呢，只剩这几颗依旧每天可以采收了。不过看到了它的叶片已经变衰弱了在一旁先补上四季豆的种子打算来个无缝接轨原本四季豆可以种植的时间大约是在8、9月结果四处传来噩耗也就不急着出手了。就像今天已经到了11月底了，还是穿着短裤短袖面对跟去年比较起来呢，去年已经将种植时间挪后1个月今年没有往后挪移2个月大概种起来就会比较辛苦一点确认四季豆进入开花期就直接来把一旁的豇豆清除掉了。由于这棚架没有拉绳清除的时候呢，可以直接用剪刀将藤蔓剪断要进行装袋或是晒干烧掉都会比较简单另外清除豇豆过程记录下来的原因呢，是在见证这2组棚架结合的效果之外也是一个测试结论无蔓长江豆没有进行拉绳都可以让它爬上棚架如果嫌拉绳麻烦的话呢，直接让豆科植物只靠竹棍往上爬也是可行的这意味着呢，如果您真的没有空间可以搭设棚架，就可以找个中大型花盆插上3根竹棍有些藤蔓比较轻细的豆科植物呢，比如四季豆还是可以种植的只是要满足家庭食用2组花盆种植6棵以上会比较理想关于豆科植物呢，个人是觉得蛮值得尝试种植的因为1年4季都有不同的豆科植物可以种植加上豆科植物的种植方法差异度不大尤其是若是有空间搭设棚架就很容易达到无缝接轨一种豆科接续一种豆科植物进行种植也就不会有棚架占用空间的困扰至于个人不喜欢拉绳或网子的原因呢，除了一开始拉网子单人施作有点麻烦之外呢，善后要收掉绳子或网子时呢，很容易会缠绕在一起，不好收拾采用这样的方式呢，只要爬上去后，它的侧蔓会自动往外延伸采收后的收拾工作呢，也可以快速归零四季豆只要生长的时间对了一株就可以长出不少的豆荚这早上已经被采收过了前院还有几株几乎也是天天可以炒上一大盘只是四季豆对于气温比较敏感错乱的气候呢，实在不好拿捏种植的月份的而豆科植物的根系可以长很深在竹棍中间再多种个生菜大陆妹、莴苣类不会有抢肥的情形四季豆进入采收期之后呢，
土壤肥力够的话，只要注意浇水这件事啊。若要增加产量，想施肥的话呢，就可以添加磷钾肥哈。但若有草木灰呢，使用草木灰就很够用了啦。现在开始无缝接轨的下一道豆科植物种植哈，意外发现的整地工具呢，蛮有趣的啦。当初农具行老板呢，也不知道怎么用哈，叫我自己研究啊。虽然不知道当初设计的真正用途哈，不过目前发现呢，这拿来对付土壤板结非常好用啊。另外一侧呢，还有类似刀片的结构哈，可以将比较大的土块呢切开啦。再找个时间另外介绍一下。这一把只要台币70元哈，这样整好地之后呢，土壤不用敲碎哈，就可以是小团粒的结构了。接下来要在一旁进行指甲明豆的播种。这是因为要有不同颜色的作物均衡营养哈，所以选择种植了指甲明豆啦。由于刚才的工具啊，把这稀地的土壤整理得很疏松啊，加上这稀地的土壤比一旁高出许多哈，因地制宜呢，在进行播种前得先进行浇水啊，让土壤有黏化的效果啊，不然水一浇下去哈，种子很容易跟着土壤往下流啊。这跟移植时有所差异哈，移植时是先种好之后才浇水定根啊。浇水的过程呢，可以发现哈，刚才挖起的土壤又往下流了。这些下流的土壤呢，吃饱水之后就可以简单推回边坡上了，这样可以提供很大的保水力了。进行播种后呢，只需要浇水1-2次哈，就可以静待发芽了。由于这个棚架并没有要再拉绳或是拉网，播种时呢，可以在主管的两侧采用直立的方式，各压进去一颗种子啊。直立的方式呢，可以让种子更容易被土壤包覆啊，不容易因为浇水而产生位移啊。而若是担心没有100%的发芽率呢，就可以在一旁多播种几颗种子啊，当作预备苗啊。发芽率越高呢，日后需要进行移苗补苗的功夫自然也就越少了。至于多出的种苗呢，这一旁还有一组棚架闲置着哈，还可以进行移植啊。播种后呢，由于种子没有事先进行浸泡哈，可以再次进行浇水了。浇水的过程呢，可以发现土壤已经不会往下流了。至于这一旁的就是客家葱哈。据说遇到天冷时也不会开花啊。菜价高涨的年代呢，早已经没有买菜送葱的惯例了哈。葱本身不需要特别照料了，自己种一点哈，会比较省事省钱啦。而这些葱呢，则是主要要拿来做葱酱的。至于豆科植物呢，因为有固氮作用哈，根系中的颗粒状就是根瘤菌啊。可以自行抓取空气中的氮气合成氮肥啊，所以若要施肥呢，添加磷钾肥就很足够了。这样就算只种植几颗哈，这早上才被采收过了，到了下午呢，就又有一堆长大了不少了。进入长豆期呢，一颗植株就可以长出不少豆荚哈。而8天前播种的指甲明豆呢，已经长出嫩苗啊，可以开始移植了。移植的时候呢，就可以在剩下的空间再次进行粉圆豆埋刀育种了。希望本部影片呢，对于没有空间搭设棚架的观众朋友哈，有不同的想法与启发啦。真的是种一次可以吃很久啊！谢谢收看。